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杰瑞音效教室第2集，我是杰瑞。那上次跟大家提到影片的配乐制作与乐手实录，总共分为4个阶段与流程。这一集我们就以一个实际的案子，日剧时代的10种生存法则这个连续剧的片头曲音乐制作来作为示范流程。第一阶段是创意发想与导演沟通，我们就来实际感受一下吧，耶！我喜欢什么？假如我们用流行歌来讲 ，A1、A2， 然后呢要副歌。首先与拍摄影片的导演沟通与讨论，听听他的想法，规划影片配乐的制作方向。刚才现场我做了一首，我就觉得，第一个音乐要转折，第二个音乐它本身就是一个好好听的音乐，它在说故事。到时候从这1到2个主题呢去变奏，比方讲说情歌餐悲伤的，它就是原来那个主题里面的某个旋律，其他都悲伤的调子可以走，但是呢，它搞不好在中段的时候回到那个旋律。我觉得对观众来讲，因为我看了10集以后，他会记得这个旋律。听完导演的意见与音乐方向后，我们接着试着理解并转化导演要的影片配乐需求，进行音乐制作编曲流程，利用 keyboard 作曲编曲，先用 MIDI 编出想要的主旋律、乐器，并决定音乐的拍速、曲风，列出想要请乐手实录的部分，再以打谱软体完成乐谱后，请乐手来录音室实录录音。片头曲做好之后呢，我们要开始小提琴录音，然后把旧的这个MIDI 档的部分把它置换掉，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真实，然后又有很棒的歌曲了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小绿老师是怎么录音的。调音好了吗？好了，没问题了。 OK。好，小李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跟你那个沟通一下，就是他一开始，因为就是我们设定的是比较缓和温柔的，所以你那个力度稍微整体再降低一点点。OK。不愧是小绿老师，我觉得我这样讲，你就马上有点就是意会，然后就把它拉出来。OK， 我觉得我们应该收工了。我觉得可以了。好，经过了刚才在录音室小提琴乐手老师小绿老师录完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混音室里面，然后把刚才的乐手录好的声音呢，我们搭上就是 backing，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混音的状态。对，就是第2段那边，第2 part 那边。好，我们可以利用就是把拍点往前往后来做一点处理。哇，太强大了。对，你稍微等我一下，我现在要开始进行声音混音的部分。好。太棒了！经过了那个我们做好一个编曲，然后呢，我们把音乐档播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又请了小提琴乐手老师小绿老师来把它就是录好音，然后我们最后在混音之后，我们就得到一个非常棒的40秒的一个戏剧主题曲了。然后今天谢谢小玉老师，谢谢，你还让我参加我们的那个杰瑞教室这样子。OK， 希望有机会我们还能够继续合作，当然没问题的。然后以上呢也稍微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到底是如何做音乐编曲录音。得到一个音乐成品的。那么我们下回再见喽！有空请关注我们的频道啊，杰瑞教室，这样，拜拜。